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现在很多人都在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，经常感觉老得很快，面色无光，容易疲劳，没有精神，容易感冒等等。这些症状都在提醒你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。那我们就要多喝滋补汤，滋养自己的身体。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滋补汤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准备适量的鸡肉，鸡肉中富含优质蛋白，每100克鸡肉就有 23.3 克蛋白质，是猪肉的 2.5 倍，跟牛肉基本相当，是羊肉的2倍之多。与此同时，它的脂肪含量还特别少，每100克鸡肉中只有 9.6 克脂肪，属于高蛋白低脂肪饮食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食用，对预防心血管疾病、三高都很好。鸡肉又被称为降压肉，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精氨酸，它能在人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，而一氧化氮是保持血液流通顺畅的一个重要因子，在保持血压稳定性物质中排名第一。也就是说，精氨酸具有辅助调节血压的作用。不仅如此，精氨酸还有助于平滑肌的舒张，能扩张血管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保护血管内皮，还能辅助清除血管斑块，溶解血栓。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鸡肉中还含有钙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磷脂等营养物质，而且消化率高，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，有助于增强体质，提高免疫力。从中医来讲，鸡肉来调理身体时，要注意雌雄两性，两者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。公鸡肉偏重于补阳，温补能力更强，适合阳虚虚弱的人食用。母鸡肉偏重于补血，更适合产妇、年老体弱及久病体虚者食用。鸡肉我们先将它清洗干净，洗鸡肉的时候加点面粉进来，面粉能有效地吸附掉鸡肉里面的血水和杂质，能将鸡肉清洗得更加彻底。将鸡肉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抓洗出来之后，再给它用清水多淘洗2遍，清洗干净。这样洗出来的鸡肉干净又快速。洗好之后，先将它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5克党参。党参是一种中药材，具有多种功效和作用。1. 补中益气。党参含有丰富的粘多糖、多糖类物质和皂带等，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力，促进氧化还原代谢，提高机体抗病能力。2. 养血安神。党参含有酰氨基酸、黄酮类物质和微量元素，可帮助补充人体所需营养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睡眠质量，缓解精神紧张和疲劳感。3. 降血糖、降脂。党参含有一些能促进脂肪代谢和降低血糖、胆固醇含量的成分，对于糖尿病和高血脂等疾病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4. 补肾壮阳。党参中含有一些有机锌和多种氨基酸等成分，能够增强人体肾脏功能，缓解肾虚所致的阳痿、早泄等男性健康问题。再准备5克黄芪。黄芪是一种中草药，相信不少人都是有所耳闻。黄芪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对于人体也有着不错的功效，可以滋补身体。我们每天使用黄芪不能超过10克左右，用开水泡20分钟，当做茶饮用，非常简单，可以重复冲泡。在一些菜肴添加黄芪也是很不错的，比如烧肉、烤鸭等等，是可以增加滋补功效。长期喝少量的黄芪是没有什么副作用，反而能够促进骨髓细胞分化，人体免疫力得到提高，同时有延缓衰老的功效，非常强悍。黄芪就是属于那种有病治病、无病强身的一类。把党参、黄芪放入碗中，
加入适量的清水将它们清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，放在一旁备用。下面准备一块生姜。所谓冬吃萝卜夏吃姜，生姜广泛运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，既是一种重要调味品、传统食品，又是一种重要的中医药材，其营养、调味、保健于一身，深受广大人们的喜爱。我们先将生姜清洗干净，在洗的时候加入一勺食盐。一般我们喜欢将生姜去皮，实际上生姜没有必要去皮。我们吃生姜的时候，将生姜的外皮削去，不但降低生姜的功效，还可能使生姜的利用率大幅度减少。新鲜干净的生姜，只要彻底清理干净之后，就可以切丝分片来食用，并不影响到饮食安全。很多生姜长得奇形怪状，因此会有很多的分叉。有些时候某个分叉会出现腐烂的现象，有些人会将腐烂的位置去掉，然后继续使用剩下的生姜。可是实际上，生姜一旦腐烂，会产生有毒物质，这些物质会导致肝细胞坏死，甚至会引发肝癌、食道癌等疾病。因此为了健康着想，一定要将腐烂的生姜彻底丢弃。下面准备6颗红枣。红枣中含有丰富的钙、铁、锌、镁等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，有助于增加体内血红蛋白含量，提高人体免疫力。红枣含有丰富的糖分，是一种天然的能量来源，可以缓解疲劳，提高体力。红枣中富含多种抗氧化剂，有助于保护肝脏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的侵袭。保护肝脏，红枣中含有多种活性物质，具有良好的抗氧化和紧致皮肤的作用，可以通过促进胶原蛋白合成，提高皮肤的弹性。红枣它能够补气养血，红枣是补气养血的佳品，特别是对于女性月经过多或者产后气血虚弱的人，常食用红枣、枸杞，能够提高身体的元气。红枣清洗干净之后，把枣核去除，枣核比较燥热。接着鸡肉冷水下锅，再把姜片放进去，开大火把鸡肉煮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加1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水煮开之后，我们将浮沫撇干净，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食材放进去，将它熬煮1个小时。熬煮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可以加入一点食盐调味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的气血3宝汤就做好了，精气血一次性补齐。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中医上讲对症下药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采取适当的治疗方案，才能够达到最佳的养生治病效果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